身处分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九九。最近有一些关于猝死的新闻哦，可是我们看一下内容，可能有的人是去跑步，跑到一半突然间倒下来了；有的人在健身房运动，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失去了心跳跟呼吸；也有人在工作或在家里，甚至有的人在睡梦中就再也没有醒过来。那最近呢，媒体也是持续关注夏季高温还有心血管事件的关联。有很多医生也提醒说，高温啊、脱水啊，或者包括剧烈运动，都可能会增加心肌梗塞跟致命的心律不整的一些风险。其实有不少的民众，他可能在猝死之前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症状，比如说喘啊、酸啊，或者觉得今天好像身体哪里怪怪的。所以，到底哪些症状是我们的身体在警告我们的一些警告讯号？哪一些人是猝死的高危险族群？还有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有人突然倒下了，在救护车还没到之前，我们可以怎么做？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想要了解，请继续收看直播，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秀传医疗体系急诊医学部总监及的主任黄炳文医师。Hello， 黄医师您好。你好，好久不见了，荣黄医师。幸参加这个节目。是，今天这个话题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说到猝死，我想大家都是希望能够避免的一些悲剧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几天，比如说猝死的这个家属就会说，前几天就觉得他有一点怪怪的，但是又说不上来。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我们很少谈，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黄主任，就猝死是真的完全没有预警吗？您有没有遇过哪些病人哦，或者是家属事后回想会发现，其实他本来就有一些警讯，但是大家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呢？其实这个议题今天能提出来是非常的好了，因为我们也一直期待有这样的机会来跟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应该说收看这个节目的民众们来做个真互动，也可以说宣导因为猝死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之后那我们一直在感受啦这几年真的非常非常严重。当然也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改变，第二个也是新冠期间很多人因为打疫苗或是说得到新冠之后那造成身体上面有一些实质上的影响其实我们都看得到说这些很多猝死的跟这个就是有一些连带的关系那至于说哪些病人是有一些先兆，其实有呢其实我在急救这些病人，或是我们在交换我们医学界的讯息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说，在这个病人在这个发生之前都会有一些征兆啦。那大致讲起来就是5个比较明显的征兆。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很多人是胸闷间歇性的胸闷或持续的胸闷都有。那第二个呢，就是会有心悸会有头晕甚至要冒冷汗、恶心这些症状也有。第三个会有那种快要倒下的感觉。第四个是呼吸困难。那另外一个是无法解释的极度疲劳。这个5个征兆都是经常有我们家属在讲说其实前几天他已经有讲出来。那通常我会跟家属讲说当然这个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再去挽回嘛，但是实际上只要有病人家属来到医院来问说这样有点怪怪的，要不要来就医今天也有那实际上我会提醒家属说，其实现在的医疗便捷很多，也不是说多当然在很多海外地区它有一些那个远距的医疗，但实际上来讲以台湾地区来讲那个医疗院所是很普遍的。是有这样的症状赶快到医院来简单做个检查不会花很久时间，往往就值得去挽回一条生命。
是，我想其实刚才呢，黄主任，您其实我们知道您在急诊，其实很长的时间，我们其实在过去的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也跟您做过采访，也谈到有关于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那我想其实呢，这个猝死这个问题，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会以为好像就是我们有时候看连续剧这样子，就是一定要胸口捂着胸口，然后痛才叫心脏出问题。可是有的人就是下巴痛啊，肩膀酸，但是几天之后就突然间就倒下了。所以到底哪一些我们现在具体回到一个，就是哪一些不像心脏病的一些症状，它反而是最危险的呢？嗯，好，可以这么说啦哈。那个因为我们心脏在我们的胸骨正中央嘛，是，那它有点靠左边，所以很多大部分来的抱怨都是左胸痛，其实这个最常见。是，哦，就心脏的部位痛是吗？对对，那是，通常我们说胸部尤其是心脏，它可以耐受缺氧，差不多就是3个小时。所以我们有时候他在这些猝死的病人，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这个之前大概会有3个小时以上曾经有过一直胸痛胸闷的经验。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心脏它是在我们胸骨正中央嘛，所以往上呢就会到下巴。你想象一个圆球就在这里，就在我们胸骨正中央。往下呢，就会感觉像是胃痛，尤其是有些人他本来就有胃不舒服的，他会误以为是胃痛。那因为他的左心室比较靠左，所以通常会痛到左边来。可是右边有没有？也有，也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只要说在这个胸骨正中央、胸部正中央的一些闷啊、不舒服、疼痛，通常不只是说我们会提醒家属，甚至来到医院，我们会把它列为非常紧急的病人。通常会安排在30分钟内，甚至到10分钟内，赶快跟他做个心电图，我去看他的疼痛等级。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几个，一个是胸部就痛到下巴，痛到颈部那痛到左肩少数痛到右边。那另外一个上腹部这个，那第二个是因为胸部这边的疼痛，尤其是心脏无力，会导致我们什么？导致我们会极度的那个疲劳或者全身无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方也会连带引起什么？呼吸困难。躺平的时候还呼吸困难，休息的时候还呼吸困难。这个是另外心脏有问题的时候的一个表象。那还有像我刚前面提到的恶心、呕吐、冒冷汗跟头晕，其实这个大概也是心脏打不出血来，脑部缺血那产生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打出来的血，绝大多数是要供应到我们的脑部。那脑部区这个血不够开始就会出现这些警兆。是，我想其实刚才黄主任您提到的这些征兆，大家真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如果大家民众的可能是，如果你有什么想了解，我们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机会好好来请教一下主任。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您，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您在急诊医学部的经历非常的资深，所以我想请教您，这个猝死一般来说送到了急诊室来，到底是哪些原因是最常见的？您可以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常见的原因，但是比如说我们排行榜前5名有哪一些原因呢？我们排行榜前5名其实全部都是心脏但这心脏占70%。哇对那其他不是心脏方面的原因，像什么脑部啦脑部的一些脑中风脑出血，或者是说我们其他的像败血病，就是身体因为发炎导致整个身体被细菌冲刺，那因为败血，这叫败血病，然后休克或者是其他说什么风遮啦，这种过敏性的啦也都有
那但绝大多数70%整个世界统计起来都是心脏的原因。那心脏原因这前5名，第一个是心肌梗塞，心肌梗塞这种冠状动脉的疾病。然后第二个呢是心肌病变。什么叫心肌病变？通常说心脏发炎心脏发炎通常也是感染所引起的。现在有一些病毒，例如 A 型流感，当然少数分是新冠也会引起细菌感染的也有，但比较少第三个是心脏的那个原发性的病变。什么叫心脏原发性病变？其实心脏原发性病变通常就是说我们心脏里面有一些回路，有一些电路。那这个电路如果正常的时候，心脏可以从心房开始压之后，然后之后心室再跟着压，这样血液就从心房压到心室，心室再压到我们的血管这样子的那个压力是很正常的。可是当这个心脏的电路不对了，就有点像我们车子一样总发动不起来，会这样抖，会发得起来就发不起来。那发不起来，通常如果心脏不断的这样子情形的时候整个身体就缺血，就是缺氧这个时间大概只有45秒以内也就是说，这个当心脏开始心律不整的时候，那它回来的唯一途径大概就是电击压胸当然比较少，压胸只能维持血液上去，但电击可以把这个心脏不整的回路就是电路像我们车子在发动一样抖，但是电都发不起来一样，那把它发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主动脉剥离。那主动脉剥离这个发生的在最近我们观察到最近10年非常严重。那台湾地区在2013-14就是距今12-13年前有发生一个大同游的事件。这个事件刚好发生在我所在的这个中部地区。就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在看这方面主动脉剥离的病人就大幅度的上升。当然也有很多统计数据资料显示，这个跟油的品质很有关系所以各位也要注意一些我们说生机饮食的重要性。那还有一个是心脏衰竭，或者是之前心脏因为之前有一些损伤那损伤包括什么？包括发炎，包括一些小梗塞，那产生的心脏疤引起的会什么诱发心律不整，这个都有，这是最常见的5个。当然再往后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脑中风之类那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或是败血病那还有一些最近又比较多一点的，就是药物，尤其是药物成瘾。对，药物成瘾我们说有一些很廉价的，以前都是吗啡嘛海洛因嘛那现在就毒品类的。对，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1、2、3、4类的毒品这个也会造成我们猝死的原因。其实黄医生，您刚才一开始讲到说，就是我们比如说要举个例子，前5排名前5几乎都是心脏出问题。然后刚才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动脉剥离的问题，可能跟我们的饮食，还有包括吃到不对的、不正确的油品。所以我想，其实这一点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最近大家油品的事件，大家也很关心，所以其实这个可能影响的层面可能会非常的深，所以大家还是要不管如何，我们自己的饮食或特别就食安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借这个机会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刚才您提到心脏的问题，还有包括就是说我们讲到的就是各种后来提到成药物的问题，那么这些所有的发生的原因，哪些原因是可以提早预防的呢？其实心脏要提早预防不难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定期去做检查。检查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三高
就是我们的血脂肪那我们是的那个血糖那我们的血压在上高那另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作息我们的睡眠好不好？我们的运动有没有那我们我们饮食上面有没有小心？有没有暴饮暴食这个都是我们第二个可以去做的那第三个当然又更细致一点更细致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油品的问题很严重嘛当油品的问题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观察到很注意油品，很注意生机饮食其实大幅度减低猝死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在问这些病人，就是猝死病人的家属，这个相关的病史的时候，那保养就是说注意自己饮食的很少，几乎没有。那大部分呢，其实在吃东西方面不能说路边摊不好啦那不能对，但是只能这么说，这个路边摊如果是你相信的，值得你相信的啦，不是你相信，值得你相信的啦。这些像黄主任就说，路边摊的老板都跑来找你了，那油很好他们有时候也是受害者他也不知道他进的油好不好。没错，是。对那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政府应该要把关的问题。对不对？政府就是我今天核准的油，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路边摊，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他们就是殷实实、勤勤勉勉然后从早上一大早起来就在整理他们的食物去采购啦、采买啦、准备食材，然后呢，客人陆续上门，那客人也基本上秉持于人与人的信任的问题。是人要信任嘛，对不对对那去路边摊吃各种美食现在台湾很重视这路边摊，不是说台湾的啦，我这次去那个意大利，或是我早先去杜拜也有路边摊这边路边摊是那种地球村嘛是新加坡有没有路边摊？有啊，整个克拉克河的两边也都有路边摊香港就不用讲。那美国现在其实我觉得美国也很多street fair 也是很多，对，都在流行路边摊文化。对但是政府管控这些食品油品，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说如果我们节目这边或是我们也可以帮忙推广一些还非常值得信任的，因为我知道我们主播单位都有在注意这个问题，而且愿意帮大家推广一些实在值得相信的，我觉得这是好事而不是让一些坊间不太理想的东西到处去流窜这样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伤害，也是很可惜是，我觉得就是像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我觉得公共机关或政府单位一定要特别严加监管，因为就像很多其实他本身是商家，也可能是受害者，所以我觉得这点要特别注意。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这边这里有提到说朋友凌晨3、4点猝死在马桶上，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这样子？这个部分我就想请教一下主任，借此机会，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呢？那大部分会是什么？还蛮常见的非常常见，还蛮常见的，没有说很罕见我的经验里面还蛮多的那大部分是什么？是脱力，他觉得因为他心脏衰竭他很不舒服，结果就是整个我们那个慢慢休克的时候那肛门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就想去马桶那边因为肛门控制力会想解大便嘛，对所以他想去马桶这边就把大便解出来，但是他其他不舒服都还在这病人是其他的不舒服都还在，因为这我救回来很多个病人这个119他是从厕所里面
把他救出来的。哇，那其实对，按照我们临床上也是这样啊。当我们在急诊室的病人，那他开始面临什么？面临休克的时候，第一个很多是对什么？对于我们肛门括约肌的控制力在消失。所以当这个病人在脱便的时候，就是在病床上，家属说他突然间在病床上那大便。那其实像我就会去注意说，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并发休克的情形。那当在家里的时候，很多人是这样，他在夜间不方便，也不太愿意来就医不方便这些不方便例如像病人有个抱怨说，晚上要叫计程车，叫不到，不容易叫，然后要叫119。大台美国是911嘛，是1台湾的119是不收费啦。那美国就要看了。如果是以医会的基础的，有些是有收费的情形，是，而且还不便宜是当然有些公家机关出的119，911嘛，它就可能不收费。那这种层次不收费的也没有很多啦。是，所以就是说，其实是看具体的情况。但是如果遇到您刚才提到的那些状况，是不是就要赶快打电话叫119？对自己要有警觉。我觉得这个如果看到这个节目的，他可能就是幸运的。当他觉得不舒服，那不就是有的是什么胸闷胸痛，那有的是肚子绞痛。那个其实他就有点那种脱粪的现象。他到了马桶上，这种休克现象就会让他什么瞬间倒下来。其实他不是真的想要去大便，而是一个脱粪的现象，就是肛门失去控制力。是。主任，我可以进一步请教一下您，因为像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是必须是有慢性病，还是说一般健康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这个讲对了，其实通常都是慢性病。最常见的是本身就有一些高血压、三高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最常见。其实很多发现说什么，其实他心脏阻塞程度80-90%，那只是再加上一些压力、失眠那或是一些情绪的波动，像极度的焦躁、情绪的愤怒那增加了这个心脏的不舒服。那另外现在比较多常见的就是一些感染症。感染症就是发炎嘛，就是像细菌病毒的感染，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荷。所以到时候也会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形。这个不是很罕见半夜来的病人没有很仔细去算过啦，但是大概每1个月都会有大概3-4个。哇，那也是频率也是不算太低对，但是不会讲的更多吧？那可以讲的，通常我们也会收到有类似这种情形，尤其是厕所出来的。对，我觉得其实很多人说就是比如说他去如厕，或者是说去洗个澡，然后突然间就很久没有出来，然后可能就昏倒在里面。我想这个情况也是有。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请教主任有关于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就是可能担忧这个部分的问题，你也可以留言，我们可以挑选一些问题来请教一下主任。我先做一个快速的预告，因为最近呢我也在思考说，其实讲到养生嘛，平常保养很重要，在50岁一个年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养生分界。那用什么样的方式作为保养补充？后来就跟这个日本的老牌公司推出了这款玉宝黑参。那这个呢，因为黑参它是经过9次蒸晒之后，去掉人参的燥性，留下它的温性，甚至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是比
一般红参高37倍。说到人参皂苷，它在西方有很多大量的研究，它可以调节免疫、抗发炎、抗氧化，提高我们的体力，减少疲劳感。最重要，它可以帮助维持认知功能。人参皂苷它可以影响我们的记忆力、专注力跟认知表现，所以这几年其实也被西方列为脑部保养的重要研究方向。那我想这也就是我想推荐给大家这款玉宝黑参的原因。那接着下来是父亲节、爸爸节要到了，这也是一个送给父亲一个健康的好礼物。那这款玉宝黑参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的话，我把讯息放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区跟留言区，大家可以去点击看看。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尽快的来请教一下主任，因为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也会担心，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健康的人，他去运动就想让自己更健康，可是我们经常看到新闻也看到，有人跑步跑到一半就倒下了，包括健身房做运动做到一半，就停止心跳呼吸，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想请教你，这个好像也不是跟慢性病有关啊。那运动过程中如果有什么异样，就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再继续往下撑着做下去呢？这个是很好问题啊，因为最近应该说新冠开始之后这7年，今年2026年7年了，是。那在过去这7年很多人都已经习惯在室内不管说看电视、玩手机那其实平常的运动量不多啦那去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很在意说，我今天要达到一个程度啊，实际上他讲这个运动量是必须要慢慢上来的但哪些时候会造成它猝死？其实我们最近几年救起来的病人也不少对从健身房吗？通常都是在那个马拉松最常见对那其他的一些慢跑，在操场慢跑的也有健身房比较少。我觉得健身房之前有可是目前的健身房它里面的那个应该说教练运动员都会比较注意到这样类似的情形比较注意那个心率、心脏的监测那甚至有些不太适合的，他就直接来改成重训他就不会让他说来做一些像跑步啦有氧啦这些比较消耗心脏机能的这些运动那哪些会有这种情形？第一个就是胸闷胸痛你最常见的就是胸闷他觉得开始跑步的时候会期待说这个会不会改善，可是不会改善的啦，所以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呼吸困难，感觉会有点的呼吸喘不太上来的第三个是什么？是头晕头晕，然后眼前就发黑快晕过去第四个会觉得自己在心悸心悸有时候自己摸起来砰砰砰砰砰砰心脏甚至跳到120以上第五个是极度的疲劳这几个都是可能会发生猝死的情形，所以我们通常称之为红旗 red flag 我现在马上要停止再继续运动下去甚至呢然后要叫救护车赶快送到医院来做检查所以这个运动的过程中还是要特别注意，当你发生刚才那样的状况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去警觉一下，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在警告你说你要赶快稍微停止一下，甚至比较严重就要赶快去就医了。另外我们想到最近其实夏天刚才提到热浪的问题，夏天也真是猝死增加的季节，比如说热中暑死亡率也会非常高。请教一下主任，热中暑会有哪些症状？那比如说其中遇到哪些情况要赶快的去急救呢？这个是最近最夯的议题刚刚有提到我最近刚从那个意大利那边回来嘛，那个意大利那边差不多都在35到39度徘徊哇这个在我们亚洲台湾这一带那或者是说类似这个亚洲这个大家不会那么稀罕，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亚热带嘛
是可是对于在温带或寒带的国家，其实这个热适应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中暑最常发生在什么？大家就会想说中暑都最常发生在7、8月，其实没有，中暑最常发生在5月5月底在台湾差不多都在5月的第3个礼拜像应该说10几年前一个洪仲丘，台湾最有名的洪仲丘事件，它就是在5月的第3个礼拜。那这几年也差不多都一样，只要到第3个礼拜，突然间从还有点甚至有点就是差不多20出头度，突然间会飙到35、6度这个是一个圣婴反圣婴的现象了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当人的热适应通常需要什么？说需要2个礼拜所以当这个气温急剧上升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热中暑。那我们就忘记什么？忘记去补充水分。那发生什么情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会觉得燥热，然后剧烈头痛，然后头晕、恶心、呕吐那甚至呢会觉得自己呼吸已经非常快，喘不过气来那当然到最严重呢就是低血压跟休克那自己已经很想睡觉，或是看到有这样的人已经有点语无伦次的时候，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属于中暑真正的中暑了。我们一般来讲前面那个叫热衰竭这个中的中暑，这个中暑就已经进入危险期了不能再拖了。是那可不可以是您继续不只是阴阳处补充水分，而且要送医。是，其实说到这个热中暑跟热衰竭，可能很多人会不太理解。但是我们先请教一下您热中暑好了，因为热中暑的话有哪些急救方法？因为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说，他可能就觉得恶心呕吐，然后有一点晕晕的，大家说快点中暑，然后帮他扇风各方面的一些急救。那像这样热中暑的人，有哪些急救方法是真的有效的？因为有的人会说我们灌水或赶快用酒精来擦，这样子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们什么叫热衰竭，什么叫中暑？其实它的区别在，只要是中暑，真正定义上的医学上定义中暑，就是他的神志已经改变了。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跟你讲我是谁那也没有办法清楚的算一些数字，或是很清楚的讲出一些加减乘除。我们这是用来判断他是不是意识很清楚的一个方法。只要意识一有改变就是有点混乱，那二话不说，当然第一个也是什么应该做的降温就是到阴阳处啦那身体给冷水啦，这些东西都要做。第二个是什么？就要赶快叫119，在美国就是911。是然后第三个呢，要赶快看一下他呼吸，我们说 ABC 就是呼吸呼吸道可不可以，然后 B 就是第一个是 A 是呼吸道， B 就是我们的喘息有没有问题C 就是看循环有没有问题当然最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当然是阴阳处啦移除多的异物第二个就是有冰袋、湿的毛巾都会拿来降温当然应该说如果可以的话但有卖一些产品，它本身就是可以在上面倒很多水就是那种塑胶型、水生型的那种浴缸这个有这个产品在卖，因为在一些露营地有露营车的地方都有那另外一个我们有电风扇吹电风扇，或是给那个冰雾水现在有一些可以喷雾水的这样机器这就有改善那补充水分呢，很多人就是给他补充，对不对？大口会造成什么？噎到，因为人既然不清醒所以尽量是请他小口喝慢慢喝，不急不要去噎到反而是造成他的危险
是，那我们再讲到说，我们在恶化热中暑的一些问题啊，一个是擦酒精，因对，为擦酒有的人很精多擦酒精的，可以吗？当然是不行啊。其实，在哦，酒精在过去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散热也都是擦酒精，嗯我那时候没有概念。后来很多医学实证才知道说，原来擦酒精会让我们表皮这个地方收缩，血管收缩，结果体内的热反而没有办法散发，因为酒精散发太快，就表皮这些血管一收缩，体内的热要经由这些血管到表面上来的，反而没有办法。那第二个是使用退烧药，像红中秋一样，那时候是给他退烧药，这不但没有帮忙，而且退烧药本身因为造成肝的一些问题，那其实也会加重我们说热中暑。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大量喝水，要小口小口，才不会噎到，反而呛到噎到，反而会造成肺部的伤害。第四个是还想要再观察一下，其实赶快就启动119，赶快收医。是。其实我想，其实主任刚才提到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认知好像要擦酒精啊，或者是大口喝水啊，这个部分还是千万不要，就是或者是赶快吃一些退烧药。我想这几个步骤都不是正确的，所以记得还是要学会一个关键的步骤。那么重点来了，我们就想请教一下主任，如果我们现在眼前真的有人突然倒下，因为最近天气还是蛮炎热的，或者是说你会看到自己突然间感觉胸口好像被大石头压住，然后狂冒冷汗，觉得自己好像快不行了。那么在周边的人帮忙叫救护车，然后救护车赶到之前，请教一下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急救方法我们可以做的呢？其实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就像帮他要自救嘛。那自救其实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要慢慢移动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确保现场是安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慢慢那当然这个是说有倒下来跟没有倒下来。那没有倒下来就是所有动作要停下来减少心脏的消耗平心静气，不要紧张，不要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其实他很慌，越慌越乱，就会增加什么？增加我们然后那个心脏的负荷，心跳会变快，那心跳变快，反而增加心脏的负荷当然像以我来讲，就会教我们的民众，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信仰，不管你信谁你就是去默想你的神，或是你心里念也没有关系上帝救我上帝保佑我那信佛的信回教的就是慢慢去祈祷自己，让自己安心如果倒下来怎么办呢？倒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开始要进行我们所常常在教的急救急救第一个还是一样，现场安全很重要你不要到不择场合就开始救他那第二个呢，要确认他有没有神志，是不是要开始启动我们压胸这些步骤所以要拍打肩膀那另外呢大声要呼唤他，确保他的反应检查他的呼吸如果都没有了，要赶快什么？赶快请旁边的人或是拿手机起来叫救护车之后开始给他 CPR 就急救那另外再请旁边的人去取得什么 AED 这是少化电击器那少化电击器现在的都可以很清楚的讲怎么样去操作不要紧张，依少化电击器给你指示的去做就可以了那第二一直做到什么？做急救一直到我们救护人员赶到接手如果没有赶到呢，我们通常会这样啦，你压2个循环，就一个循环大概是30下5次那你要压了2个循环之后那有旁边另外一个人来接手当然旁边都没有人了
也没有办法啦，只好持续压啦。但通常我们这种场景通常会旁边有一些路人，那就请他过来，指定他，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小姐，你帮我叫119取得 AED，然后之后20下之后，是不是请旁边的人，是不是可以来帮忙做压胸这些动作？当然旁边都没有人可以帮忙，自己只要持续压了，这也是有的。通常我们以前一个人医护人员这样压，我们也曾经压过上到1个小时以上的，这都有。是。有啦，遇到最伟大的是一个泌尿科医师，他压他自己爸爸。他压了多久？他自己压吗？自己压吗？因为他父亲失去心跳之后，那时候他一直因为那时候没有叶克膜嘛，所以他压胸，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那个心脏移植的候选病人，所以他父亲其实是有颗心脏在台北等他的，他那时候本身是在台南，所以他救护车叫了之后呢，他知道有台北可以救他爸爸，那他也联络了，他一路压到台北2个小时。他2个小时在台北，很快的整个医师团队都启动了。那花父亲还真的后来救回来了。是。这个是我所知道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所以各种的紧急的情况真的都有可能会遇见。其实说到这个紧急情况，很多的医护人员在急诊室工作久了多少都会遇到一些医学上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事情。那我也听过说有些医护人员不断的为患者做 CPR， 然后还心中也是向神明祈祷，最后这个患者还是恢复心跳。所以我想借主任，您在这个你在急诊室相当长的几年了？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在急诊室是民国87年，我是民国就是到目前为止在急诊室大概有30年了。哇，30年了，我觉得这是相当长的时间。我在医界大概34年，在急诊就待了30年。哇，真的很久。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在民众可能留言来问问题之前，我还是要请教你，您有没有遇到？因为我想说有很多很特别神奇的事情嘛，或者有没有跟我们所了解的不太能够理解，科学不太能够证明的，您自己有没有遇过让自己觉得说，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呢？其实有啦。那这个有时候不能讲是怪力乱神的但是在农历7月的时候是特别多啦。在农历7月特别多，因为以前关于这个东西这个农历7月特别是我还讲了很多鬼故事啦那但我们不要讲农历7月，其他时间呢，我们其实很多在急救的那家属在旁边的祈祷那旁边念佛的确实这个病人很神奇的就救回来，突然心跳跳回来的几率特别高。哇，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但是什么样比较低呢？当你在全神贯注要在急救病人，想尽办法救他的时候，一直来打扰医护人员的，有很多。其实这种情形也难免很多人发生这种状态，他六神无主，他很慌。然后他一直来跟医师讲要其实解释到底是为什么。那你要这个时候需要医师解释为什么时候，其实无形中是什么？把医师的他正在不断的努力思考用什么药物，或是要会同什么样的治疗来处理病人。我们通常会有5H5T 嘛，这是个口诀那的判断这个力把它拉走。那另外一个那个医师他这个在急救当口，他也是一个指挥者。指挥者就是病人在什么在急救的时候，我们要盯紧每一个急救的动作是急救的步骤
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药物或者有什么心律不整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其实这个常常家属来关心，他是关心想要问，可是这个急救当口很多医师他也是突然间接到这个猝死的病人，那他应该做什么？先利用我们应该做的把病人先拉出一点生命迹象，或是维持他的心脏的因为我们在压胸嘛，心脏的血液可以一直不断的灌注到他的脑部那其他我们要打增压剂啦那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做心律不整的电击啦是或者是要插管那些动作，其实然后他如果我们还观察到一些现象，那医生还会再去做其他处理至于对病情有一些疑问，医生会自己来问病人家属，甚至派我们的护理师来问病人家属，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形甚至护理师在跟病人家属了解的时候，发现说病人有异常的服用药物那异常的例如说他是洗肾或是之前有一些过敏通常会告知医师，那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步骤所以其实讲对了一点，就是其实病人在猝死的时候医疗团队在急救，那家属对病人的祈祷其实是非常有帮忙的。我们看得到是不只是在急救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心脏有恢复一些心跳的时候那家属如果有空档去看他，比如在交病房握着他的手那告诉他一些自己比较温馨的话啦对他的恢复都很有帮忙。这个我从在进入医界之后，我那时候在台大医院嘛，那时候台大医院有个了不起的人现在不管人家怎么评判他但是我对他，因为我跟他跟很久，叫柯文哲他那时候主管那个心脏外科加护病房，那他对病人的投入真的是毋庸置疑判断的准确，或是用心在学理啦或是在跟着老师来学各种处理病人的方式，他是无出其右。他那时候跟着朱树勋教授，台大的朱树勋教授那其实很多我看到的点点滴滴就是对病人的用心是想尽办法去促进病人存活的几率这是当年的用心现在也是啦，家属可以帮忙的，可能帮忙不多啦，但是帮忙祈祷是这我们看得到，其实很多病人就这样挽救回来。这个有些人是觉得无稽之谈，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看到这样子用心去祈求父亲回来的，甚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案例，他已经过世了。其实因为他当年癌症延逝那就是我描述太仔细这个家属可能会听到，但是那不要讲太仔细，我们还是要保护家属。那您可以大概解说一下那个情况吗？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分享，对这样的分享，其实好，您请说。我们急救1小时确定病人都死了，超音波也确定心脏不跳了结果呢家属在远方工作，那等下午早上急救的啦，下午家属来了下午很用心在祈祷结果这个父亲他爸爸这是女儿他爸爸竟然慢慢这个心跳跳回来了。哇！我们那时候的医护人员都没有人相信，可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哇对呀这跳回来这跳回来那之后甚至到后来神志还有恢复还可以跟他女儿讲一些话但是他的那个癌症的病情是不可逆的后来还是还是过世了，不是当天的只是他女儿真的把他爸爸给
拉回来。这个是非常神奇，因为从死亡你劝他死亡到他女儿来看他中间大概隔了大概有6-7个小时。哇，6-7个小时，对，哇，就已经所以超那时候科学所能也理解的范围了，是对，不是不要说你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我们之前曾经这样心跳停止，有一个医生他的妈妈这样心跳停止他不断的跟那个他们是信佛的啦念佛经然后握在他妈妈手，他妈妈突然因为他自己是心脏科医师嘛他也劝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嘛那结果他在旁边就是在讲一些话的时候，那个他妈妈突然头动了，眼睛瞟了过来，活过来了，哇1个小时，死亡1个小时当然我还有一个第3例了，那个是更奇怪的，那个都那个都已经就是说我们也是蛮确认他死亡了但是他因为家属说他心心念念的一个儿子回来看他那个是差不多有大概3个小时结果他也是突然慢慢那个人动了起来之后坐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属的祈祷不是没有机会，有机会是。所以我觉得刚才听到黄主任这样子，就是有好几个故事，实际的案例，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现象，但是它确实真的发生在急诊室里面。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相信黄主任应该不只是这2-3例，应该是蛮多的。但是我想回到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很多时候家人突然，或者是家人啊身边人突然走得太突然，这个家属他会陷入一种极大的自责，觉得当初如果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就好了。那您身为就是急诊科医生、急诊室的医生30几年，也算是看尽生死的这个状况，您会对这个家属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呢？如果有的人还是身在这种极端的自责里面，你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吗？这个真的是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当年应该说当医生的时候啦，可能是急诊医学科那时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专科的时候，其实都不太能去跟病人有同理心啊。那后来慢慢，其实这个急诊医学科成立，那开始有很多个这个教育训练也开始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慢慢知道说其实病人接受到这种，尤其家属啦，接到这样子的噩耗的时候，对他的冲击，如果没有好好的去让他化解宣泄其实对他来讲，可以是一个很难以磨灭的伤害其实对他或对整个社会都不利那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还都会跟家属第一个来讲，很多事情都是应该说是注定的啦要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啦，不会死的病基本上来讲也都是药可以医的啦那是会死的病，基本上你给他死很多药，他基本上来讲也是不太大的回来了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猝死的病人，他在前面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其实很多是这样但是那第二个会跟他讲如果他这个谁他有什么样子的一念有什么样的怀念，那不如以后都去帮忙很多这样子的小朋友，这样子的老人家，这样子的社会团体要做一些大爱，把他的这个人的那个一些就是说怀念留在其他更多人的身上是所以说我们会跟他宣导例如像说他是信佛的可
可能可以到慈济啊，到佛光山啊，到中台啊，昭告附近的庙宇，信基督的到教会去，去到长老教会，到天主教会，到其他的教会去，然后呢，把一些自己能做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一定都要出钱出钱太现实了，但是钱很实在但是有力出力。是，就是化悲愤为更坚强的、坚定的力量，可以相对的帮助更多的人。因为遇到这样的不幸，我觉得大家也都是不想遇见的。但是如果您能够在就是抚平自己的伤痛之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自责，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力量会更能够给精神啊，这样的精神可以不断的传下去，而且甚至可以帮助让更多有机会就是他们也可以获得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也可以获得你的力量，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另外有一个部分想要请教，因为我们其实在直播的过程中有一位小虾米，是我们的观众，他在留言，他说我老公猝逝前2天先是肚子很酸，然后呢隔天胃食道不舒服，开始呕吐，吃什么都吐光，然后吃药有好转，但是没想到第3天心悸又吐一次，然后就昏迷就猝死。但是他这之前是完全都正常，完全没有异状，然后他先生也不知道他会病情恶化的这么快，也没想到他会猝死。然后后来他说他看到一个YouTube 的影片，医生影片说像他的先生的情况也是心肌梗塞的关系，然后因为他其实是不会做CPR 的，等救护车来太慢了，所以他就是他说他觉得这个跟心脏缺血或缺氧有关系。他说他自己也是在就饥饿或焦虑的时候，左胸下肋骨抽一下，但不是痛。我想这个部分呢，就是像比如说他讲说有便秘的人在马桶坐久又用力解便啊，负压加重，心脏供血不足，也会引起高血压跟心肌梗塞，也会有可能是昏迷或休克猝死。我想这个他是在描述他先生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其实在就是说可能他提到他先生在猝死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会呕吐啊，然后也会有心悸的情况，是不是这种状况其实也会要大家要特别的警觉跟留意呢？是啊，其实他亲身经历，他讲的也是很多相关的学理，我相信他用了很多时间那去搜寻相关的就是医学证据或是说明。那他的主治医师应该也跟他说了比较详细透彻，所以他也明白说原来这个是跟心脏缺血有相关。刚刚有讲到这个恶心呕吐啦，然后又合并有心悸，这个其实都是心脏缺血一个很明显的征兆但是肠胃症状加重这个心脏缺血，我想也是他先生之所以猝死的原因。所以他也提到是您说，请说。因为他有讲到肠胃症状，对肠胃的症状，对，是加重他心肌负担，是，所以肠胃的症状也会加重我们的，就是可能心脏的负荷，然后心悸也会加重，对吧？对，尤其他又是不舒服那么久，通常在那个肠胃症状的第2天，是还有这种呕吐的情形，因为呕吐比拉肚子还糟糕。因为呕吐你很难去补充食物，是，然后呕吐因为造成这个整个上消化道的一些非常不舒服、非常用力的情形，所以其实对心脏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不像拉肚子拉肚子心脏压力没那么大。所以如果是呕吐的，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刚才提到就是这位小虾米，他可能当时就是他也我想您也有一点觉得说，当时他觉得就可能叫救护车比较晚了，但我觉得这也不用，就是您也不用太过自责，因为我觉得这一切就像刚才黄医师提到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也要把这个力量
可能要帮助更多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就是不要对自己的太过自责。那另外他其实也提到说，他自己有恐慌症，发作时心跳可以每分钟120下以上，也会胸闷、干呕、想吐，然后大咳几下。他自己会做一些什么轻拍胸部啊、腹式呼吸啊，也会补充一些心脏的营养油，像 Q10 啊。他说他自己救自己好多次了，他觉得老天爷也有保佑我，才没有让他猝死。因为他先生之前离世前有回光返照，然后他也提到说，就是然后另外也有观众说要多存善念，帮助他人。我想这个其实也是还蛮重要的。然后另外最重要的是，我想就是李正中我们的观众他也提到说，您在急诊室工作超过30年，令他非常的尊敬。然后也特别感谢黄医生的分享，然后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发问。好，我想其实呢，今天有讲到猝逝前的一些征兆，其实我们今天还是在就是医学上面尽量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然后我想黄医生的个人的他的经验，还有他在急诊室的这个经历已经提醒我们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我想未来有机会大家对这个话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会我知道其实主任真的很忙，因为在急诊室真的是分秒必争，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黄主任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不管是从精神层面，或者是从医疗层面，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哪些预防的，我觉得未来都很期待黄医师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对，是好，特别感谢黄医生，也特别感谢所有发问的朋友。然后今天我们因为直播的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有一点点晚开始，但是也很感谢大家还守在我们的节目前，然后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急诊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如果您是错过的直播的时间，你也可以在留言处留言给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再请教主任的时候，再邀请到主任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回答到您的问题。特别谢谢黄主任，谢谢。非常谢谢，谢谢各位观众、各位民众，谢谢，谢谢。好，我想呢，其实今天的主任的解说也让我们了解到猝死可能出现的预警。如果有你身边的朋友或您的亲人突然告诉你说，我最近好像觉得有点极端的累啊，或者胸口闷闷的，走路也觉得有点喘，好像有点怪怪的，或者他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一定要特别留意他的健康状况。那我想今天其实主任分享很多的资讯，您可以告诉我们，留言也告诉我们，如果你只能记住一个警讯，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那也麻烦您把这一集分享给身边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朋友，因为很多时候您一次的分享，一个提醒，真的是相当的关键。好的，最后99特别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也记得帮我们订赞、点阅，然后同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